如果有人告诉你说，任何企图让 AI 发展慢一点的行为，都不是谨慎，而是在谋杀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疯了？但写下这句话的人不是疯子，他是硅谷最有权势的操盘手之一，手里握着美国近1/5风头热钱的人，马克·安德森。今天我们这种活在屏幕里的生活，很大程度上就是从他当年打开的那个世界开始的。早在90年代，他就参与了开发第一款被广泛使用的网页浏览器 Netscape。后来他转行做了风投，成了硅谷最有影响力的投资人之一。像 Facebook、Twitter、Airbnb 这些今天的超级应用，刚起步的时候背后都有他的影子。截止至2026年初 Mark 创办的机构 A16Z， 他所管理的资金规模已经超过了900亿美元。去年美国接近1/5的风投热钱都是从这家机构出去的。所以这样一个手里握着巨大资本，塑造这个时代方向的人，开始大谈特谈 AI 的时候，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投资观点，更像是一个顶级的操盘手向全人类递来的一张终极企划书。这篇在2023年发出的长文，标题极其霸道：为什么 AI 将拯救世界？请注意，这不是 AI 可能带来什么帮助，而是连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的宣告。是的， AI 将拯救世界。Mark 没有从 AI 会写 code 或者写代码这种小事情开始讲起，他一上来就设立了一个极具野心的前提：人类历史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所有的财富、繁荣与文明，归根到底，他认为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，我们大脑里的智能。所以在他的逻辑里， AI 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工具而已，它是一个巨大的智能放大器。那么接下来他认为，人的智能带来了文明，当出现一个比人类强100倍、1000倍的智能体时，文明自然会被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接下来他描绘一个让人极其向往的未来。他说，将来每一个孩子都会有一个绝对不发脾气、无所不知的 AI 老师，每一个人都会有24小时随叫随到的全能教练和私人 AI 医生，每一个打工人和科学家都会被 AI 强化成超人。他宣称整个人类社会都将会被 AI 快速拉升，工资翻倍，生产率飙升，甚至连艺术都会迎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黄金时代。最后他把这个逻辑推到了人类最残酷的黑暗角落——战争。他说以后连打仗都很有可能因为 AI 而变得更少伤亡，更加环保。你是不是也开始觉得在这套叙事里 AI 已经不是一个新技术了？这简直就是一场人类文明的集体飞升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一样听到这里开始有点心生向往，因为在他的笔下，只要把 AI 这把万能钥匙插进去，死命的领，什么教育、医疗、贫困，这些几千年来的绝症都能够药到病除。但这篇文章真正霸道的地方还不只是他把前景描绘的有多么的好，而是他怎么处理那些对这个未来有疑虑的人。他把所有想要放慢脚步的人通通贴上那个标签：道德恐慌。在他的剧本里，如果你反对，你就是那个被情绪控制的保守派；如果你呼吁监督，你就是那个想借机扩权的投机分子。也就是说，他直接暗示了，如果你想踩刹车，那么你这个人的动机本身就有问题。然后Mark 掏出了最狠的一招，
他说，如果 AI 真的能够拯救生命、消灭贫困，那么任何企图让 AI 慢一点的行为就不是谨慎而已，它会被定性为谋杀。你在谋杀那些本来可以被 AI 拯救的人。于是乎，加速发展 AI 不再是一门好生意而已，它升级成了一种绝对的道德义务。到了最后，马克的底牌是说， AI 时代真正的风险根本不是什么 AI 失控，而是我们一旦发展的慢了，别的国家就会赢，我们就输了。这个逻辑闭环是不是已经被包装得非常的完整？好处巨大，反对者要么动机不纯，要么成了道德罪人。最后再加上地缘政治的生存恐惧，所以结论只剩下一个：冲，踩紧油门，拼命地往前冲。说实话，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是看得热血沸腾，因为它的描绘真的是太流畅、太诱人了。你会觉得好像只要不反对，未来就会自动变成天堂。流畅到在这个狂热的气氛里，你如果稍微迟疑一下都是在犯罪。但也正因为这样，我反而觉得我们需要找一个地方停下来，慢下来想一想。作为一个温和怀疑者，我总觉得当一套叙事流畅宏大到不可置疑的时候，它很有可能已经不是一个理性的判断了。如果我们顺着 Mark 同学的逻辑往里看一眼，我们会发现这套救世主剧本里藏着一个巨大的盲区。他默认所有的烂摊子都是因为工具不够强大，只要工具够强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但是问题在于，这些口号里被轻轻带去的老问题从来就没有消失过。当年社交媒体横空出世的时候，也发誓说要消除沟通障碍，连接全人类。结果呢，被放大的也许有一些连接，但是更多的是愤怒、对立、上瘾和极端化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技术会不会变得更厉害，而是当它变得更厉害的时候，它放大了我们里面什么东西。不过我觉得这些站在牌桌最前面的聪明人不可能看不见这些，更有可能是这种说法实在是太适合资本世界了。因为资本最爱听的就是那种一讲出来就让人热血沸腾，特别能吸引人目光和掌声的故事。所以我们这时候再回头看 AI 会拯救世界，当然会比 AI 会放大那些老问题更容易被包装，也更容易被追捧，喊成口号。它的拯救计划书另一个让我觉得特别可怕的就是，当加速成为一种道德义务，怀疑本身就会越来越像一种不道德的犯罪。在一个看起来绝对正确的宏大叙事面前，我们这些普通人是不是正在失去那一点点的怀疑空间呢？说到底啊，马克的这篇文章之所以这么有诱惑力，不只是他很乐观，而是他很可能击中了我们一个心里不太愿意承认的弱点。我们是不是都常常觉得问题太多，生活太累太难？我们是不是太希望天上掉下来一个全知全能的机器神仙，可以替我们接管那些我们自己都已经搞不定的烂摊子？说句实话，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想。所以我有点好奇，当你听到 AI 会拯救世界的时候，你觉得我们到底是在期待一个辉煌的 AI 时代呢，还是在渴望着一个拯救呢？这是一次观察练习，我也还在想，你愿意一起吗？